收看阿泽 Diary， 各位，今天呢要来带你们到我整个南韩最喜欢的地方庆州。这边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首都京城的所在地啊，有着我们庆州历史的遗址在这里哦。话不多说，立刻带大家去看哦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是庆州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韩国古建筑啦，前面就会是往我们的庆州的一个古房子看，还有月经桥啦。只是现在太早了，一个纪念品店都还没有开，但是这边还蛮不错的，有很多那个韩国古建筑可以看，然后超适合拍照的。这样，后面这样，他们那个古建筑很美，然后就很适合拍照。那我们先去月经桥那边看一下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地图啊，有一些餐厅啊，还有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参考这些地图。这个就是月经桥啦，前面这个是来庆州必逛的一个景点啊，一个必看的那个桥面。各位，你们看这一旁的河面，整个都结冰了，然后看到远方的月经桥的倒影啊，超美的。各位，我们在这个点呢，目前在月经桥旁边呢，还有一个他说有古房子可以看，下一站是庆州博物馆啊。他说我们在这一站大概停1个小时的时间，让我们拍照，看看这个旧房子里面。我回去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呢，它的用途。景点今天能走古迹 A 站吗？今天都走古迹行程，月经桥，那走进月经桥后啊，你会看到它有点像是一个楼阁式的建筑。那这个长廊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很适合拍照。我妈妈叫我等一下，但是我就冲了。这个就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庆州，有没有？庆州乡校。哇，这个还有那个以前韩国的那个标志的土为暗的，这个点为外，赞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庆州校村啊，它是一个重要的民俗文化遗产啊。那这边呢有很多无形的文化遗产，包含这边的古建筑啊，是庆州市所建设的韩屋村呢。那这过去呢是当地的望族崔氏的聚居地，所以呢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啊非常具有特色。那很希望呢大家来这边游玩的人啊，可以放慢步调，好好享受这边的一切。我觉得在庆州这个历史遗址的地方啊，可以看到非常多这种很适合拍照，然后深入了解当地韩国的一个文化的遗址跟文物的地方，细细品尝，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时候哦。所以它还有一些汉字在上面，因为之前在去汉之前呢，会看到有一些汉字。在这是有钱人在住的，较早有钱人在住的所在。哇，各位，这个也太美了吧！这好像韩国以前的古建筑，虽然我了解的不多，但是呢，就可以有点像看到以前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是不是酿泡菜还是什么的？如果有韩国人可以知道的话，可以跟我讲一下。这个感觉好像是酿东西的。哇，这里面真的还蛮适合拍照的。各位，天气超好的，然后呢，来到庆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韩国古房子，超美的，超漂亮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猫咪，很悠闲、很可爱的躺在这里。你们看这个脚，给你们看。这个脚超美的，又有阳光洒下来，封面照。原来我们刚刚呢进去的是崔爱先生的家。原来啊 ，OK。了另外这种拢係天貓有用嘅。天貓用啊？你做厝的吼，问你怎样？你刚刚家喝什么？我在录音啊，你刚刚家喝什么？家有水无味咧啊？袂歹吼。来，这边呢还有一些模拟当时韩国人物在里面活动的一个样子呢。各位，
各位很可爱吧？这是跷跷板呢。哎，韩国的人物都是这样，然后有一个韩国装饰主要的那个衣服样式，还蛮可爱的。然后配上我们后面庆州的建筑物啊，这里真的不错，推荐大家可以来啊，推荐大家可以晚一点来，店面应该会开比较多店。我们现在是早上9点多，所以呢还蛮多店面是没有开门的。说真的，各位还蛮推荐的。这一次呢走可乐行程，就是发现可乐呢除了玩釜山之外呢，也有去到其他城市，这个是我觉得最棒的优点。然后啊，购物行程也算是少，所以啊，像今天的庆州这一站，我就蛮推荐大家可以来庆州走走看看这边的建筑物拍照，真的每个角落都很好拍啊，很好拍照。我真的觉得这边还蛮值得来的。好的，希望下午的行程呢，古迹行程一样非常的棒哦。有没有？而且我觉得这时间点怎么这么棒啊？没什么人，自己一个人还蛮多，就是悠哉的逛在这里面的，哇！连厕所都非常漂亮。好，我们从这个路口要进去庆州博物馆了啊，就从这里面进去。听说前面有一个大钟，那个大钟非常有名，一定要来这边拍一下的。好，哇，博物馆里可以一共有分旧石器、新石器跟一个是什么的。各位，我们已经进来了庆州博物馆里面啦。哇，这应该是旧石器时代的那个陶土，各位大概都是这些以前出古的陶土瓷器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位于的是我们庆州博物馆啦，它是一个能一览新罗文化遗产的韩国代表博物馆啦。那这边呢，主要是出土当时千年首都新罗时期的一些文物啊，跟它的一些兵器样貌呢，是作为呢，如果你非常想要了解新罗文化，很适合的第一站哦。那这边呢，有很多新罗时期的一些陶瓷用品啊，包含是我们的金饰，超级多金饰，尤其是这个金皇冠，现场看真的纯金打造，配上上面的玉，炫彩夺目啊！各位，你们会很吃惊哦。哇！各位，以它挖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坟墓这样，然后呢，金饰皇冠有没有？然后挖出来就长这样。一个坟墓这样挖出来，整个吊饰这样东西，哇哦！那现场呢，除了有瓷器啊、金饰之外，我个人觉得它的石雕非常的厉害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孙悟空大圣像的，我觉得刻的也蛮栩栩如生的。那这边呢，可以参考到有很多的石雕、石像，然后有一些神明的雕像。那介绍给大家，可以一同呢来我们庆州博物馆这边欣赏呢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哦！他们的围棋用那个小石头是有不一样的形状。哦，各位，这是韩国大大小小那个外面像土堆的陵墓，然后那个陵墓都超级大。他说那陵墓里面当初有一个木板。然后有这棺材，木板就是长得像这样，然后里面就会放着一些饰品啊，还有他们的陵墓在这里，墓长这样，就这么大的土堆里面。然后呢，这好像是越大就是权力越大，里面就是装了很多的一些饰品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古物在里面。你们看，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土堆在这里有超级多个，哇哦！还蛮壮观的，等一下我们会直接去这现场参观一下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人呢在我们的国立庆州博物馆，这边有很多出土的一些文物。那我们刚才去的是旧石器的那个比较以前的那个，这里也会看到有很多的皇陵墓啊，然后里面好像还有一些那个金饰啊、玉器啊，还不错。这个博物馆呢，来庆州也可以顺便来一下，好像是在这个国家还蛮重要一个文化资产的博物馆地方哦。赞。那结束博物馆的行程后来到一旁呢，我们来去找一个人参鸡汤的店哦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吃的人参鸡汤的店啦，在黄国礼堂这边然后呢，也是在刚刚的那个占星窟这里。OK， 高丽参人参 A 啦。第一次喝这个人参酒，酷！哇，那贵的鸡汤啊！哦，下面。一棍其中下面，
哇！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人参鸡汤啦！看到它滚，立刻下我们的人参酒下去啦！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1人1只哦，不夸张，1人1只的小鸡在里面啦。那剖开它的肚子里面呢，你会看到，其实这只鸡里面呢塞了非常多的食物啊，有它的米饭在里面，还有人参呢，非常补的一餐啊！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占星台那边看一下这边的那个木堆，然后呢跟一个那个占星台，听说占星台呢是可以那个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保佑用的。好，接下来各位，世界庆州历史遗迹地区啦，我们接着要准备进入占星台啦，好不好？前面那个占星台就是风调雨顺，可以洗涤一下我们那个身体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木。各位，占星台要从这边进去，应该有时间限制的哦。OK， 进来了。那我们这个占星台啊，是东洋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啊。整体呢，建筑高约9公尺，是一个上圆下方的模样啊。那推测过去呢，是在窗外放置梯子，走进去内部之后，再从里面观测星空哦。大家在讨论这个墓为什么盖这么的大，听说是国王的墓嘛，然后还有他们皇后的墓图圈起来，然后呢，里面一个就代表一个墓啊。哦，对吧？新罗就是加那些新罗王朝啊，国王啊，你看都要看那些新罗国王的墓啊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走在的是黄长里路这里啊，这个应该是就是这边蛮热闹的一个商店街，听说有卖一些东西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可以来买一些纪念品啊，看看这边庆州的旧房子一个地方了哟。那这里的黄里团路啊，是庆州啊最受年轻人喜爱的路啊，它保存着1960年到70年代的老建筑，那很多呢是由老屋改建成咖啡厅或可爱的装饰品店，吸引许多年轻人啊会来这边拍拍照、买东西呢。啊，你看这较水啦，这间较有特别，对不？建筑，对啊，这间较水嘞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充满了这种老式的建筑啊，非常的可爱又漂亮。那完整的保存当时的旧时风情啦。那这边呢，如今啊，每条小线啊，都有许多特色店家进驻，包含我们的咖啡厅，是形成来庆州旅游必访的景点哦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天马窟啦。你看进去一看，才发现它里面蛮大的，这个墓。哇！各位，天马总在喜爱户籍哦，这是要钱的哦，要从那边进去啊，我不知道票在哪里买。那眼前呢，是我们大林院内的天马冢啦，经推测为5世纪末到6世纪初所修筑的古墓呢，那也是现在出土中啊最大最华丽的一个。那入门呢，进去的门票大概是3000块的韩币，大家可以做参考。各位，我们来这里就是土寒山石窟庵。听说这上面有个佛祖的那个舍利子在上面。好 ，OK， 世界遗产。哇，各位，我们也沿路走了像这样的路，蛮平滑的啊。这个马路这边，然后大概走个10到1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走到这边里面的寺庙。各位可以看，我们的石窟庵就位于上面的那个很像寺庙的建筑物中啦。我们要往上爬到那。石窟庵到了。那里，各位里面不能摄影，只能在外面摄影而已。好，各位，这就是石窟庵的外景。哇，那里面是拿摄影的，但里面就是一个洞穴，然后那个洞穴里面有一个佛祖，很大尊。那我们目前呢是位于在这个土寒山上，它呢高745公尺，是新罗人的一个精神指标呢，也被称为东岳，是在新罗的5大名山之一呢。在很久以前呢，也是佛教的圣地哦。店的地方有瓦片，有一些人就会在上面写上祝福，这好像是淘汰下来的那个，然后呢写在这个瓦片上面。接着我们要来去佛国寺看看呢。
各位，这个是导游说的忘忧桥，上去就是把你的一些烦恼都抛弃丢掉，然后呢，步步高升，走到那个阶梯之后呢，可以到上面有那个四大天王，他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驱赶走。这边，哎呀，四大天王天王门，哇，里面有四大天王看着你，哇，威武的四大天王。好，我们穿过天王门了，然后天王门之后呢，前面会有一个像日本手写的地方，净化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，然后呢就会到前面的那个佛国寺本身了。OK， 这个呢是世界那个应该是世界遗迹啊，有被那个联合国文教组织编列进来的。哇，这边就是今天都是一整个古迹之旅，沉淀自己啊，看了蛮多古物、古建筑物，啊，很棒的一趟旅行。各位，这是园区里面，哇，安静啊，宁静啊。哦，来喽，这个纪念品小店哦，然后旁边的写手写收窄，然后呢，上面就是我们佛国寺本身了。伊上面迄应该是最厉害的古迹啊，你看伊那种褪色啊，上面的壁画。有啊，哦，你老公很认真的摸。各位来这边记得要摸这只金珠啊，他们说这只金珠啊会带有财气，然后摸完之后记得把这些财气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啊，要摸它的屁股啊，在我们的极乐殿这边一定要来找它。那位于我们土寒山山腰处的佛国寺跟石窟湾啊，也是我们重要的世界文化遗迹，也是新罗啊佛教文化的核心呢。落日夕阳啊，你看那个是不知道什么旅行社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台湾人。结束整个历史文物之旅之后，要来吃今天的晚餐南瓜鸭。据说也是韩国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呢。这个鸭肉非常嫩，非常好吃，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南瓜跟南瓜酱，所以就还好咯。接着宵夜自己跑出来吃什么？韩国著名要吃的釜山河豚肉啦。各位，这河豚肉有分4种种类，可以挑选，每个价格都不一样。这是我们的小菜啊，叫那个河豚汤的小菜。哦，各位，我看一下我们这次吃的，我们有吃黄海豚、白海豚、黑海豚的价钱，我们都是叫乐摊，6万块韩币。OK， 等下来看一下。各位，小大家介绍这黑河豚，阿里这下面河豚、白河豚，然后黄河豚来那几得口来跨界。不得不说啊，各位，真的比较贵的河豚吃起来真的比较嫩，黄河豚是里面最好吃的，第2好吃的是黑河豚，最普通我们觉得肉质最硬的是白河豚啦，所以1分钱1分货。那你可以看到完整的河豚肉，推啊哦！最后呢，要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们导游人真的超好的，今天晚上送大家一大盘的草莓啦，一个房间1盘，吃得非常的开心啊，草莓超大颗的，用手对比给你们看啦。整个韩国今天的历史旅游行啊，非常的愉快啊，不只学到了历史文物，还可以看到这些韩国古房子，收获满满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分享跟订阅咯，各位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